过几天就是大年，我们希望这个龙啊，这个具象，尤其这个色彩啊，给大家一个吉祥啊，希望今年龙年能够平安，让大家能够幸福。喜欢发财的也可以发一点财啊，是这样。都喜欢发财，没人不喜欢发财。本片上片的时间啊，预计再过2-3天就是农历春节。那么今年是龙年啊，12年一次的龙年啊，所以也是期待了很久。在前几年开始拍摄这些瓷器啊，那时候就有想过，到龙年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龙的专题。在中国的器物里面，龙是很多，最高贵的应该就是九龙。那是非常少见，不多。那么这个瓷器是九龙，我就是有2件。蔡先生因为他的收藏多类，东西又多，所以他凑了10个东西。所以我们有12件这个龙的这个东西可以给大家看。除了比较就是最后的这个清朝的，我们还上书最早的中国的那个玉器或者青铜器，包括就是龙的由来，有2个片子。这个片子是比较近代的，就是我的2件，那么加上蔡先生2套雍正的这个彩瓷，总共6件。那下一片会有6件，过几天就是大年。我们希望这个龙啊，这个具象，尤其这个色彩啊，给大家一个吉祥啊，希望今年龙年能够平安，让大家能够幸福。喜欢发财的也可以发一点财。是这样，都喜欢发财，没人不喜欢发财。所以再一次，我们一起先说个恭喜，好吧？大家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大家一定想不到这个是在哪里拿到，这个东西是在美国买的，离现在大概是差不多25年前，我还记得是98年或者99年那时候拿的。当然这个是中国的东西，中国的工才有这个需要，尤其是福州啊、福建那一边的才有这些是。那时候我看了很多，就是这个特别漂亮。那么9个龙啊，我想你们慢慢看，应该可以拍出它拍那个雕工是非常好。再先讲一下这个龙，你的专业上的这个是什么石头啊？什么这个什么？那你讲寿山石啊，因为我看不出这石头来，这不是属于冻石，我看有点像骑将石啊。骑将石。对，像骑将石。骑将石是寿山石的一种啊，因为在清以前，一般来讲采到的寿山石都要上油啊，不然它很干涩，必须要泡在婴儿油里面。那这个不用上油，质还算不错的。这个里面9条龙啊，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都是这些黄色的这个部分啊，8条龙，最后1条龙藏在后面，一个白的，驮着它的是一个讲大家可以轻易的辨别，就是白色的牛了。我欣赏它这个工啊，非常漂亮。中国的这些石雕的技术啊，在世界上我们看可能是最强。你看世界哪一个国家在它的古董里面是有石雕的？希腊。希腊那个对，当然是希腊哦。希腊。中国的工艺水准是很高啦，没有在发扬光大啊，所以现在的这个石雕的这个技术现在越来越没落。对，因为买的人少。我希望借着这个石雕这一件这么漂亮，大家看看对中国的石雕能够加以重视，好吧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也是9条龙。中国是比较具体的会以龙的比较重视的，大概是这清3代以后，尤其是雍正以后，康熙好像也没有那么多。雍正、乾隆，你看你今天准备也都是雍正。
雍正开始对这个所谓比较像帝王啊，他帝王的思想或者比较迷信这一方面，祈福祈祥来给他那些长寿的那些长寿，对，特别帝王就叫长寿，对。5条龙以上的，你看，我想在明朝以前没有这个东西，雍正以后特别强烈，雍正、乾隆，你看看这个是9条龙，明朝我估计没有任何瓷器有9条龙，画工也是非常非常漂亮，尤其底下的这些的花和上面的这个百花不落地那种味道也非常漂亮。但是蔡先生认为啊，很可能这个是清末做的，在官窑里面是没看过这种器型啊，不能说没有，官窑有官窑的一定的器型，它可能会仿这个商周青铜器，也会仿到这个宋朝的瓷器的器型，但这种的器型在官窑里面是好像没有看到过哦。但是民窑没有什么限制嘛，它要做什么做什么。不过我看这边这个粉彩的构图啊，这个都很像清末民初比较流行的那种构图的画法。我想起来这像不像是一个乐器的器型？乐器，有点像乐器，不然就想不起来是哪一种器型。琵琶还是怎么样？对。但是整个的这个画工啊，尤其龙啊，每一个9条龙啊，注意给他看的都是活龙活现。就是龙在云海或者在海浪里面翻腾，应该是海浪，在海浪里面的翻腾，翻腾各种姿态，动感十足。这2件我们先讲到，再接下来我们看雍正的。显而易见呐，这2个是同一套的东西，好像是同一套，应该是。如果不是同一套，这个概率啊非常低。为什么我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我们看它这个黄彩，然后它这个青花跟一般的雍正的青花又不一定很像，对，它有一些熏染，所以这个青料啊跟这个青料啊，你说不是同样的青料，不容易让人家相信。同样青料，只是它用笔的话深浅的问题。一般的话都会认定这是应该是同一个时间同样一个做法出来的，同个时间做。如果这个是对的话，一定是官窑器啊。清3代能够有黄笔的，一定是皇家的用笔，没有例外，民间不准弄上黄色，没有争议的一个事实。那么的大气，暗花，然后披上这个黄彩。帝王的味道是非常强烈，黄色属于珐琅彩的替黄，它不是五彩中的铁黄。这种替黄的话，只限制于比较高档的瓷器才用这个替黄，皇室才能用的。用在就烧出来的瓷器一定在皇帝他要赏赐给谁，那就一般来讲不是太子就是皇太后、皇后之类的。在没有进口珐琅料之前，中国是没有用过氧化替的。在康熙的时候，这珐琅料的颜色不够多，很多没办法表现它要展示出来的瓷器上面的很多的颜色局限，大概就5种到7种而已。就在雍正的时候，这是珐琅料，知道10几种，超过13种。基本上这个黄料啊是属于珐琅料。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给蔡生讲，他到现在也跟我讲，你那时候跟他讲，你说这个黄色跟那个胎体的接触面非常漂亮，非常亮丽。还有结合紧密，所以这是珐琅彩的一个特点，就好像汽车钣金的那个烤漆，我常常用这句话，用这比较粗俗的话，以一般中国的五彩料或者之前的明朝的这些色料啊，出来表面没有办法呈现这样的。他们那个肉铁黄的话是没办法呈现这种，对，那这么匀和，就像烤漆的这么味道没有，所以只要你感觉它是漂亮的烤漆，就是最现代的这种珐琅料以后。就只有这200-300年才有的东西。这个甜球瓶跟这个盘子，是不是也是同一对？是不是也是同一个时间烧出来的？我的水平是确定它是一定的，因为只要有一个时间差，要烧出来一样的都很难。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雍正的啊？因为落款都是雍正的，或者后面的黄的，一般的水平在这方面比较不难断定。但是行家当然他会急眼稍微的看。
蔡先生也认为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雍正的时候。我常常会碰看这个瓷器，它的烧的温度是不是那么高了？因为后仿大概也都是那么高，但是你看我听车上讲，蔡先生不太喜欢敲，但是我给他敲。1300多度，这个不会错，对吧？这个红款是用黄红，那时候应该有一些花朗料那些红彩，为什么他还是要？为什么他还要用这个？有胭脂红，另外的其他的红没有什么比较红的料吗？应该是有，没有，那时候就五彩的里面的矾红跟那个珐琅彩里面的胭脂红，如果五彩里面有很大红，像那个什么血红、大红都有。但是这个黄红啊，是从明朝开始，嘉靖前后开始就流行黄红，就用黄红。如果从嘉靖一直到了这个清末都有啊，到了雍正，也已经200年左右了，所以这是变成一个传统的色彩。这个也是一个喜庆啊，他用红色也搞不好是祝贺这个雍正的什么喜庆的。这么漂亮的东西，很多人怀疑是真的是假的，怀疑是正常的。对，怀疑正常。但是我跟蔡英文就讲一个因素，我们就是真的就是真的。如果自己有怀疑，我们一定要讲出来。他的家族怎么传下来这东西啊？怎么样从大陆一直运到台湾来？就是以后啊，他有机会他慢慢再来做这些说明。你说乾隆是比较高一点的，乾隆高的，那雍正大概就52公分左右，52.5这样子。到了乾隆就54.5了，主要这个脖子的比例啊，乾隆比较长啊，对啊，乾隆长很多啊，像炮孔一样啊，对啊，比起来这个比例上是非常不一样啊，因为大家看的都是乾隆的天球饼多哦，所以习惯了以把乾隆的那个样式的天球饼当做是一个标准，就不一定对，可能雍正都是比较接近这样。永乐轩的天球饼更短了，但是呢，没那么大，比他这么比例是小一点，比他这么硕大的没那么大，但是比例来讲，就是它球体跟瓶口体力，它的比例就比雍正的还要再短，都是很明显的这个器型的一个不一样，乾隆不一样，提出这样，完全乾隆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说你若雍正的款炮口特别长，那就有问题。对。我们提出给大家做一个，我们讲学术上做探讨。你看看这个龙，我们知道龙有一些什么海怪来，清3代常常有一些会画出海怪，神话比较多。神话，对。你看看这一个龙啊，是不是怪龙？它这个龙是像鼻子，像的鼻子，还像这边一个也是。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，像瞎子一样。这个就很奇怪，大家可以自己想象这像什么东西。但是我想它一定有它的典故，典故不知从哪里来，《山海经》啊哪里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有特别，它这个是3爪，所以中国学问啊太多了，太深了。常常有时候也不懂，也讲出来就以讹传讹，传的就是很乱，莫衷一是。我们点出我们不懂的，那就给大家做参考。我补充一下这个是雍正的，那乾隆也有几乎是一样的东西，也是青花矾红，但是它的龙的布局不一样。雍正是中间一个龙，然后上下左右；乾隆是这边2条，这边2条，平均在左边2条，右边2条是这样。所以说你要分雍正、乾隆的这种盘子的话，就看它龙的布局在哪里就看得出来。它也是很均匀的，但是它是可以这样子就头顶这个正龙的不会有在上面，不会有这个东西，刚好它上一下就这边比较侧着2边。对，云纹的。它的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不过这不大容易分辨。这个是他的总结啦。蔡先生做一个专家级的他的总结，我想一般的书你也看不到这一句话就是这样，给大家做参考，好不好？如果有比如说不对，我看过有一些不一样的，也大家也可以做参考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一般来讲，这个叫做西形龙，因为它像一个西的 A B C。对，其实在中国讲说这个叫做中华第一龙。